不招手，是啊，张出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拥有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，竟然被一脚爆头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现场裁判见他这副样子，也是立即终止了比赛。一龙的家人都在台上哭成了泪人，场下的观众也是哭得伤心欲绝。就在一龙被 KO 的第二天，太极传人韩飞龙请缨出战，他要为中国功夫证明，要将武僧一龙丢掉的脸面找回来。韩飞龙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，刚中带柔，柔中带刚，刚柔并济的打法，让一众老外遇上他也只有被暴揍的份。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各国的精英强将，面对韩飞龙也都撑不过一回合。四大天王之一的沙玉郎，韩飞龙也是丝毫不畏惧，就是要为中国功夫证明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灰色短裤韩飞龙，蓝色短裤沙玉郎，对手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，并且还是跟波球齐名的泰拳天王。这场比赛赛前观众都不看好韩飞龙，甚至还有人认为韩飞龙是蹭热度的，但韩飞龙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将对手狠狠的击败。选手是四大天王之一的沙玉郎。沙玉郎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，四大但是虽然说近几年啊，因为年龄增长，状态有点下滑，但是还是依然保持了很强劲的实力啊。是的，这个泰国选手层出不穷，但是泰拳的四大天王波球、萧沙狂、沙玉郎，还有亚桑克莱，这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，仍然被大家称为四大天王。两人首回合的节奏比较慢，还是在慢慢的试探过程。韩飞龙有很多传统功夫的招式，在擂台上也是让对手摸不着头脑，拳法腿法都精准的命中对手。韩飞龙是第一个将传统功夫跟现代搏击相结合的选手，并且在擂台上也打出了不错的效果。曾经4两拨千斤的击败了波兰的2米巨人，实力确实很强，也是一个用脑子打拳的选手，拳商很高，并且很有搏击的天赋。韩飞龙现在也是将两者结合的更加娴熟，而老将沙玉郎也是慢慢紧逼韩飞龙，腿法上施加压力。对于飞龙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。当然，如果今天挑战成功啊，也可以啊，这个一举成名。对的，但是韩飞龙呢，现在由于传统武术这个热潮吧，韩飞龙已经比较火了，而且他确实打出了自己的战绩，所以在网络上推广韩飞龙的点击量还都是非常高的。这个老将赛前还因为超重被扣掉1分，他就是瞧不起韩飞龙，减重都不认真。现在首回合厮杀的过程中，还是显得有点漫不经心的。他不认为眼前这个小将有实力击败他，在擂台上最忌讳的就是小瞧对手的实力，还是要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比赛。两人现在的局势来看，韩飞龙的状态保持还是很好的，拳法腿法也很流畅，并且也能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影响，控制着沙玉郎不让他轻易近身。虽然说这个年纪有点大啊，但是现在的依然场上今天我们在现场看他的这些攻击力还是很强。是的，扯身踢没有成功。连续3腿4腿。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二回合，韩飞龙上来打的还是很主动，现在对手就开始认真打比赛了。他上回合被韩飞龙命中很多，也意识到韩飞龙的实力绝对不一般，手臂摇闪的过程中慢慢的逼近韩飞龙。看得出来沙玉郎扫腿的力道还是很大的，这回合两人也有很多腿法上的打击。韩飞龙上回合的舍身踢很给力，都将对手打蒙圈了，对手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重创了。不要跟他打这些技术，因为经验上沙玉郎是相当的丰富。对，而且最近韩飞龙从他场的表现来看，我肯定能看出来他为这场比赛精心准备了很多。比如说他刚刚第一回合最后连续4个扫踢是抓住了这个时间点，泰国这个反正最后几秒不会发生什么，但是连续了4个扫踢。
小弟还是有效的，就在出。对手近身之后的袭击真是沉重，他可是泰拳的天王，泰拳手一般膝法都非常的具有杀伤力，严重的顶膝都能将对方打岔气。对手现在打的也很积极，毕竟这回合也是决胜的关键。他上回合都已经落于下风，现在也一定会想办法找到合适的时机，想给韩飞龙造成沉重的打击。好在韩飞龙一直将防守做得很到位，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。对手一直在想办法近身，韩飞龙也是见缝插针的打击沙玉郎。先看看龙威严是否还在，他在早期的时候曾经丢过武松一龙，所以说还是在中国打响名气。对。韩飞龙呢，在备战期间呢，一直是在都江堰。我们知道，现在1月份都江堰四川那边就是阴冷，飘着雪，但是韩飞龙每天坚持去跑步10公里。这种外面寒冰，然后比赛这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，将对手狠狠的击败。韩飞龙拳法上的打击很沉重，打在对手的身上也是啪啪作响。这回合后半程的时间，对手明显的急于进攻，也不管有没有命中，只是一味的往前冲。他身上可是背负着1分呢，赛前超重被扣掉1分。韩飞龙现在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跟韩飞龙进行换拳。他在比赛之前，我把韩飞龙放在眼里，所以1分吧，我也让你回来。但是现在时候不一样了，韩飞龙发力。最后一回合的时间，韩飞龙还是表现得很出众，现在占据着很大的优势，但这回合是对手发力的关键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压制韩飞龙，这就是小乔对手的下场。韩飞龙出拳并不是很多，但基本上都是精准的打在对手的身上，也能减少很多无谓的消耗。最后的时间，韩飞龙的体能还是保存的很充足，没有体能不支的影响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臂展确实很长，接腿挑摔。二引飞膝，但是挨了对手一个迎击。那前手刺拳试探。韩飞龙今天的前手控制的距离啊，非常不错。这样让沙一郎几乎每一击是把身体扑上去的，为了以求重量嘛。所以打完一击，对手开始缠抱韩飞龙，他的体能受到了影响，毕竟年龄也比较大了，上回合后半程的时间冲的也比较猛，现在在体能上也不充足。眼看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但他还是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，整个人越发的着急，进攻也很积极，但因为落点不准，还是没有多少的有效打击。我觉得韩飞龙不要太过于被动，还是要对自己有点信心，多一些主动的输出，再主动一点。虽然说这会儿沙一郎要开始发力了啊，但是双方在互拼的能力上，其实韩飞龙也不是很弱啊，还是有机会。做好防守，对，这一拳好重。泰拳手的这个远距离的追击能力很强啊，单个的。韩飞龙的战术就是边打边往后撤，但也不能一味的往后撤，可不能被对手给逼到角落里了。双方现在的体能都消耗比较大，比赛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韩飞龙只要做好防守，对手想赢下比赛就不可能。包括主人公都是受伤啊，没有办法参赛。再次挑摔，沙一郎这个体能有个下降啊，双方真的火力全开了，但是真的来不及了。后来有下踢，比赛结束。自信，对。最终两人打满了3回合，韩飞龙点数优势获胜，打得很精彩，成功为中国功夫证明。大家觉得韩飞龙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